景洪见过袁前辈。嗯。小姐，你安心在这里休息，老奴还有些事要处理。哼！前辈放心，我们李氏定保桃子小姐安然无恙。竹鹿，你负责贴身看护童小姐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此次正阳山欠你们一个人情，那我等就不打扰了。小姐，实不相瞒，此次小镇之行，多半是清风城许氏做的局。他利用风雷园与正阳山的矛盾，两头散布消息。这个坑，老奴纵然有所察觉，也无法不挑。就为了一部剑经吗？那部剑经的传承方式极为特殊，无法言传，是将一道流转不定的剑意存于子孙体内，代代继承，直到天资卓绝的子孙出现。而那部剑经的作者，就是一位叛出正阳山的孽徒。这孽徒为寻求剑道巅峰，竟然投靠了风雷园，而这剑经便融合了两家剑道之大成。一旦剑经传承者被哪一方得到，那么两家的术道之争，鹿死谁手，就该落幕了。所以真正的剑经，就是刘宪阳。袁爷爷是为了他不被风雷园抢到，才出的手。整整300春秋，代代正阳山人都蒙受着奇耻大辱，一日不夺回老祖尸首，便一日是整个东宝平州的笑话。那你为何不干脆一拳打死刘宪阳？万一有人救了他，那我们正阳山怎么办？打死了就要被这里的圣人驱逐喽。唉，等我彻底了结此事，便搬了那座最大的披云山送给小姐。小姐可要好好想想，将来在这山里养些什么。袁爷爷，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。阮氏啊，这伤太重了，实在是强人所难呐。庸医，那就把你家后院的杨老头叫来。不得无礼。杨掌柜，再试试看。再试试看。孩子，回天乏术啊！求你了。我去就会。老天爷不给公道，我自己去要。元秀，相信爹，你掺和进去，只会害了陈平安。现在小镇危机四伏，宜静不宜动。陈平安，陈平安，我叫阮秀，我爹是阮琼。我爹这个人死要面子，其实心里很想收刘贤阳这个徒弟，可开宗立派是大事，所以暂时让刘贤阳打铁做活。我爹他不是见死不救。我没有怪你爹，只是生气为什么刘宪阳出事的时候没有人阻拦。我知道这不对，但我还是很生气。这是人之常情。你不会现在就要去找正阳山的人报仇吧？别那么鲁莽，齐先生一定会惩罚他的。所以，阮姑娘，你说的惩罚是凶手被赶出小镇吗？如今齐先生处境比较困难，
小镇极有可能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是好是坏说不准。所以，姑娘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不会傻乎乎的和那些神仙拼命的。还你！说好了护刘宪阳周全，是我没做到，我宁瑶对不起你和刘宪阳。宁姑娘，钱你留着好了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你小时候被牛尾巴打过吧？了不起啊！就你那点功夫，还敢找搬山员报仇？我去对付他。宁姑娘，如果你有信心帮刘宪阳报仇，就绝对不会将2袋子钱还给我，对吧？宁姑娘，你跟我们只是做笔生意买卖，这种天灾人祸谁也不想，哪能让你赔上性命？相信我，刘宪阳也一定不愿意你这样的。我宁瑶行走天下以来，就没有见到砍就绕过去的时候，这里也是。能不能给我半天时间，让我先找3个人，之后你再帮我？可以，除了齐静春，还有2个是谁？宁姑娘，你就别问了。哎，你等一下。这是我家乡独有的压群刀，每个女子都会有，但这刀是借给你，不是送给你。哎，用双手，懂点礼数好不好？哦。那老贼皮糙肉厚，就是寻常仙家兵器都未必能伤他分毫。你那几篇碎词，屁事不顶用。宁姑娘，都要拿刀砍人了，还不许爆几句粗口吗？这次真的会死人的。我见过的死人，比你见过的活人还多。一会儿贴搜警戒。死就死，我不怕。稀客呀，可惜我家公子不在。我是来找你的。哦，我一个小丫鬟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的，帮不了大忙。刘宪阳被人打成了重伤，杨家药铺的掌柜去看了，也没辙。那你是想托关系替他找块风水宝地下葬啊？王珠，那年大雪天，我在我家门口看到你，我就知道你跟我们不一样。我用掉一片槐叶，只能勉强吊住他一口气。所以，你有没有多余的槐叶？我怎么会有槐叶？陈平安，你可不能强人所难，挟恩图报啊！真没有。不管我做不做得到，你可以说说条件。反正我没有。我知道了。扯货！好不容易到手的槐叶，就这么被你浪费掉了。不如和刘宪阳一起去死，走死走超生。运气好的话，下辈子继续做难兄难弟吧，总好过那些连来生都没有的可怜虫。有点撑。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你们这5头小畜生，以后若是胆敢赖账，看我不把你们扒皮抽筋一锅炖！齐先生昨天便与3位外乡客人同去深山探幽寻奇了，来回最少要3天。那打扰了。哎，对了，齐先生交代过，说夫人与水井的道理，他早与你说了。不管他今日在与不在，结局都不会改变。
宋大人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求求你救救刘宪阳，哪怕不救，能不能还他个公道？哼，我是很厉害，不过我一生只会杀人，从未救人。再者，凭什么为了你坏了这里的大规矩？就为了3代子前叫我大黎王朝跟正阳山交恶，传出去会是整个东宝平州的笑话。宋大人，你如何才肯出手？不管我做不做得到，请先说说条件。哼，陈平安，我不是故意刁难你。其实刘宪阳早就深陷死局，你可曾想过，为何连最不该得到祖印福报的你，都有了一片怀疑？而刘宪阳天赋根骨那么好，竟一片都没有。打扰宋大人了。2件事：一，绑架老杨护着的小丫头；二，砍倒那棵老槐树。你做成1件，我帮你重伤老袁；做成2件，我就替你杀了他。你觉得他会不会去做？如果他做了，就不是陈平安。本王看出来了，他才是你真正的心结所在。带着心结离开小镇，不利于你将来的修行。所以我跟他随意说了2个条件，就要你亲眼看看，一个单纯少年是如何变得戾气俗气纠缠一身。到时候你就知道，跟这种人怄气，很没有意思。以后你见到的人越多，就越会发现，什么善恶有报、快意恩仇，什么才子佳人、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都是废物们的臆想。归根结底，你自己拳头得硬。靠本王，靠你父母，趁早死了这条心，帝王之家何尝不是生死自负？怎么样？宁姑娘，我问你个问题：如果有妇人掉入这水井，救人则死，你救还是不救？当然救，而且还要把这破水井一键毁之。按刚才说的，我们分头行动，各自小心。杨老先生出大事了，死了最好，死了路就走宽了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老再不出手，那对妇女就把他们药铺都给拆了。今天药铺打烊吧。哎，杨老，哎呀。出事了，你们李家都要完蛋！
等袁爷爷回来，绝不会放过你。调虎离山看不懂啊！李红，出来！袁前辈息怒。袁爷爷，李家好像全是废物啊！你怎么敢把我托付给他们呢？小姐，是老奴错了。这确实是我李家的过失，不容推脱。不过，那刺客少年多半不是修行中人。算了，那人倒也不像是来杀我的，至少今天不是。我们一定加倍人手，绝不会再出半点差池。那少年是不是身材消瘦，破衣烂衫，穿双草鞋？正是。原来是他。一个泥平巷的少年，敢跑这儿示威挑衅。李红，护卫这里的人手已经北杂。我这就去请本家老祖宗出山，亲自为陶小姐担任贴身护从。这背后是风雷院借机寻衅，还是宋长敬的谋划？也好，先杀了泥平巷的那个过河族，再灭了风雷园派来的小杂种。小姐，这次不会再有意外了。该不会单纯是为了报仇吧？也说得通，不是修行中人，反而不怕死。一条贱命而已，亮里也没胆量坐以待毙。就一个问题，你想怎么死？老畜生抓不住小泥鳅，运气有点背啊！你当真不会出手？当然，我很好奇那泥腿子少年能把千岁老人怎么样？不可否认，你着实给老夫许多惊喜。计算人心，发挥地利，
最重要的是胆子还不小。老畜生，王八蛋！哼！你以为保持在10步之外就安全吗？他的力量增强了。诸如老袁这类强者，虽然可以通过换气暂时强行提升战力，但外来人在小镇会受到天道压制，修为越高，压制越重。那千年老袁用神仙手段强行换气，便是作弊。那后果呢？轻则折寿数十年，重则千年道行毁于一旦。比老夫换气折寿，天道压制的还真是有点厉害。真是条泥鳅。本王现在有点理解你了。谁摊上这么个对手都难受。果然有后手，还不是一般人。有意思了，我要看看那少年还有没有本事让老畜生再换一口气。幸好穿了碎刺甲，不然刚才那一下我就命丧当场了。穿了护身甲也得死。现在身体伤得不轻，接下来需要再谨慎一些。像泥鳅入海，没那么简单。趁着老袁无暇他顾，我不如跟上去，找准时机祭出本命飞剑，斩下他的头颅。山雾。小家伙，凭着天道压制，还真让老夫找回了一丝浴血奋战的快意。我脱不了太久，林姑娘，靠你了。啊！
你选的路离山远，离死近。呸！风雷园的杂碎，还想搞偷袭？老畜生！ 小姐，老奴来了。袭击李家大宅是声东击西之计，方便我们将战场转移至山里，比老袁多换几口气。而且运气好的话，那个人说不定会出手帮忙。他要是不出手呢？不重要，毕竟我也没有履行约定。但是多一些变数，对我们有利。看着老实，怎么这么精明？ 本王改主意了，这老袁也太不把我这个督造官放在眼里了，任由他闹下去，莫说是宋长靖3个字，怕是连我的风雅绰号都要蒙尘了啊！风雅绰号，等你出去后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？什么声音啊？ 大晚上的不让人睡觉了，都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大半夜塌房子的呀！快看快看，那个傻子头上有把剑！哎呀，本大爷真是命大！哎。 老娘睡个觉都不得安生，孩子他爹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嘿，你个孬种，我也真是瞎了眼了。哎，大姐，求求你就别嚎了，瘆得慌。金子，哎，哦，不是，不过比金子值钱多了。去，滚一边去！比金子值钱。 当老娘没见过世面呢，你算老几？也不在井口照照自己那身行头，就敢来跟老娘装大爷！我家男人还没死呢！娘，出了事你就知道装死你！哎，大姐，算你狠！你起不起来？惹不起，惹不起啊！你给我起来！你说话呀你！你这窝囊废！娘，就知道装傻！娘，你别生气了。 李儿，李儿，姑奶奶叫你呢。
都说大理宋长靖有3大嗜好：筑京关、杀天才、战神仙。看来所言不虚呀！接不接得住这一拳？桃子小姐，小姐，别过来！这3拳，点到为止，剩下的等出去后再打。哈哈哈！到时候你最好能打赢我，否则你大理南方边军会不太好受。哼，如你所愿。袁爷爷，你家全是废物，被个飞贼吓得鸡飞狗跳。那个纵火的刺客，定是少年的内应，只为了将前辈引开。哼，那小子必须死。陈平安，这边。真能把老袁往山上骗？尽力了。敢这么玩，老袁没打死你，算你走运。老袁确实厉害，只换了2口气。如果你出手再晚点，我估计就悬了。你才知道。宁姑娘，你转过身去，我要往后背敷点药。还让人转过去，你这不穿着衣服吗？是不想让宁姑娘看到血污。你不也给我包扎过吗？很疼吗？这算什么？逞什么强嘛！
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宁姑娘，你算是问对人了。在小镇外有座龙脊山，那里全是这种石头。以前我砍柴啊，都会先去拿柴刀磨一磨。你用这个磨柴刀？对啊，每次磨完之后，柴刀都锃亮锃亮的，可锋利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叫斩龙台，价值连城，这可是世间最好的磨剑石。啊？刚好能劈成2块。要是逃过这一劫，这宝贝你我1人1半。想要的话，宁姑娘就全拿去吧。陈平安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图谋不轨？心想着以后把我变成你媳妇儿，那所有东西还不都是你的了？哦，你小子这算盘打得真响啊！哎呀，宁姑娘，我哪敢啊！这么一点敢都没有？那倒是。嘘，老袁入山了。宁姑娘，我还有一个计划。去李家放火的人，就是你吧？是又如何？小姑娘，我知道你不简单，但你我之间有何恩怨？莫非你家族师门跟正阳山有过节？废话真多。刀也练，剑也学，非驴非马，不伦不类。木豪而惯，见识浅薄。哈哈哈哈，嘴皮子倒是挺厉害。此间不同寻常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机会给过你了，之后你若被老夫击杀，我正阳山可不会为此认错。放手厮杀便是。那就随你去吧。竟能在此御使飞剑，你与那齐静春、阮琼究竟什么关系？怎么，怕了？好，好，好，跟宋长庆打得不爽，接下来就陪你好好耍一耍，看看你这俊俏皮肉，经得起老夫几下重锤。
是我们现在的位置。顺着这条小溪一直往下，就到了清流背。宁姑娘，你能不能把老袁引到这儿来？你想将老袁引入水中？对，这里的溪水看着平静，但水底下到处都是淤泥。老袁根骨极重，等他深陷淤泥，我们前后夹击，逼他再缓一口气。好，我会拖住他，给你争取足够的时间。但你的这些破铜烂铁是伤不到老袁的，除非……这样呢？说不定到时候我已经提着老袁的头去找你了。别逞强，要小心。喂，站在你面前的人可是我宁瑶，未来全天下第一剑仙。啊！对上老袁，你就不怕死？怕，但我更怕自己争不来这口气。剑修、武夫、炼气士竟然三者兼备。小丫头，你究竟出身哪家宗门？哼，要你管！难怪我爹说正阳山不值一提，嘴硬气大剑道低，人傻胆大剑气浅。哼，找死！果然如此，你受过重创，并未痊愈，根本无法驾驭飞剑，难怪你由他自主行事。又是一堆废话！嚣张多久？哼，你明明可以御剑逃走，却故意诱我来此，看来是布下了陷阱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被我猜中。
给我下来！哈哈哈哈哈！救人者先死！别出来！释放天地！记得这一剑，竟能把你给叫醒了。没想到，此脉剑术，万年之后，竟是由你继承。老畜生，我要你灰飞烟灭！出来，给我展开释放天地！老夫来帮你解脱剑气反噬的痛苦吧！休想出剑！竟有此等威力！陈平安，你没死。刚才我远远看到你脱力倒地，害怕老袁下杀手，我便多转了个弯，抛了件衣服，分散老袁注意。老袁那一拳，你居然受得了？
系的后果，又或者是刚刚被宁姑娘的剑气所伤，老袁的力量明显大不如前了。我就趁着这个间隙把你救了出来。你歪歪肠子怎么这么多？说，陆晨救我那次，你到底有没有占我便宜？啥？快，能跑多远是多远，我用飞剑尽量拖住他。痛快痛快！那老畜生这次跟头栽大了，被一个小镇少年牵着鼻子跑了半宿。这天大的笑话，够我在风雷园说10年了。要不是小镇禁绝术法，否则我死也要把这一幕原原本本拓印在印容镜当中。幸亏你没出手，刚才宋大人和搬山员互换那3拳，动静可不小。嗨，我看那宋长静就是个绣花枕头，才和老畜生打了个平手。不都说他摸着武道10境的门槛了吗？巴乔，怎么不说说都不行了？那他什么事这么好笑啊？不如也让本王乐呵乐呵。宋大宗师，我正在说您老人家与半山园的巅峰一战呢，真是惊天地泣鬼神。若非您老人家泉下留情，那半山园定会在福禄街上当场死无全尸。宋大人武道之高，武德之好，实在是让晚辈拍马难及啊。你是龙尾郡陈氏子弟？不是。哦。宁姑娘，到哪儿了？这是我以前搭的一个小屋，咱们先在这儿躲躲吧。你就没有什么想问的？有，宁姑娘，宁姑娘，我知道你好奇。这是我宁瑶的杀手锏，是我娘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只要她一出现，别说是老袁，就是这洞天也可以展开。我其实想问你，我就是想问你，那个老袁是不是用掉了3口气？但是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老袁最少还能再坏1次规矩，对付咱们2个伤患，多半是绰绰有余。宁姑娘，
你觉得老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了？少说，也折寿了180年。赚到了！老袁一想到这个，气得气死，折损的阳寿都够换我3、4辈子了。啊！这辈子还没到头呢，想什么下辈子？陈平安，你想过没有，那头老袁原本能活多久？这类天地异象而生的凶兽遗种，终究是曾经的一方霸主，寿命依旧长达2000岁左右。而且这头护山猿显然已经修成了道法神通，一旦被他跻身上5境，加上他第9境的体魄，别说2000年寿命，就是3000年、4000年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我们舍命一搏，对他来说只是9牛1毛，所以你别觉得自己活够了。哎，算了，当我没说。你真够厉害的，能和那老袁拼那么久，以后可以吹一辈子了。喂，你听到没？其实那少年能活下来，你是恩人之一。啊哈哈，这种恩人我可不想当。流俗朽色，怎办王姐？你找死！啊？我吗？那你得先问过他才行。王爷，这位姑娘并非我们东宝平州人士，所以希望王爷慎重行事。敢杀我，怕你们大凌灭国吗？是不是觉得你家老子厉害，就敢在本王面前大放？怎么说来着？大放厥词。宋大人，能不能给在下一个面子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？下辈子投胎，别再让本王碰到。叔叔，算了，欺负一个娘们儿，传出去有损您的名声。今日此教，真对铭记无内。小子，不错。本王看好你，离开小镇后去大离京城找本王，有样东西送给你，搬不搬得走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福建。姓郑的，又来偷老娘衣裳，我要找你师傅评理去。怎么教出你这么个东西？师兄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真是猪油蒙了心，才挑了这么个破烂娘们当媳妇儿。我乐意，有屁快放啊！师傅他老人家让我带话，要你对付那个人。凭啥？反正是师傅交代的，你爱做不做。滚！下次要是让我看到你偷嫂子的东西，打断你腿！啊？灵儿，你跟老子说清楚，谁偷你婆娘衣服了？这种混账话你也信？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咋了？境界比我高就不讲理了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行了吧？啊！灵儿，老子这就叫嫂子买她贴身衣服去。No， 你故意惹恼那女子使我难堪，就因为她也姓陈？哼，这脾气，像你爹。叔父啊，
那女子一看就来头极大，不怕打了小的惹来大的，做了大的惹来老不死的。到时候咱们大理真没问题。那你可太低估宋长敬这3个字了。说来也怪，我曾无数个日夜在这里逗留，却从来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石像上一星半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那全谱的剑炉，正是脱胎于此。这剑炉虽说是全谱的立桩，可手指这么扭来扭去的，和练拳居然有关系。那是因为之前的你对拳理一窍不通，所以自然不会留意动作中的玄妙细节。这就好比最好的琴师也无法对牛弹琴，再绝世的美人也架不住对象是个睁眼瞎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木头。啊！这怎么没了？可惜了，消失的那只手，本应掐诀而出的。你知道这个雕像的手遗失在哪儿吗？恐怕早已损坏了吧。老袁追来了吗？不是。宁姑娘，小心点！此人杀气更胜老袁。哎呀，你快下来！又大半夜的跑到屋顶上去做甚啊？春捂秋冻的，真要冻出个病根子来，你让奶奶可怎么活呀？哎呦，你快下来！奶奶，你真的不和我一起去真武山吗？唉，奶奶这辈子呀，是一定要葬在你爷爷旁边的。你去了外面一定要出息。谁欺负过你，你就往死里欺负回来，千万别当好人。哎，坏人呢，偶尔当几回也没事的，可别一门心思去害人就行，小心遭报应不是。奶奶，你放心吧。对了，奶奶，还有件事，陈平安他爹的……有些事情可以做，不能说。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奶奶别怕，人鬼殊途，斩草除根，只有死人才不会找我们的麻烦。又见面了，放心，那头老袁没有追来。你认识他？他是杏花巷的马苦玄，别人都说他是傻子，但我从不觉得。刚才那一战我都看到了，很精彩。不过你为了救他强行祭剑，结果受到剑气反噬，现在已经是重伤在身了吧？要你管！宁姑娘，我没事。如果我去福禄街李宅，跟正阳山老袁说找到你们两个，我想怎么都可以拿到1袋子钱。如果我愿意给钱，你能不说出去吗？切，我已经在李家拿到报酬了，但我可不是为了钱。你要怪就怪你身边这家伙太惹人厌了，坏了很多人的大事。而我呢，最喜欢趁人之危，所以向你讨个东西，你知道，对不对？小心有命难。
没命用。你又不是我媳妇儿，担心这个干嘛？我来对付他，你先调戏。你小心，他不是普通人。哟呵，还想英雄救美，正好，上次在西边还没分出个胜负呢。要用全力哦，不然真的会死的。你和上次不一样了。奶奶，爹，你以为把那孩子爹害死了，就能娶他娘当小妾？倪萍巷的陈家，好几辈都是独苗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退一万步说，那女子的性情你当真不清楚？她愿意嫁给你？做都做了，再说，给钱的那位可是人上人，你敢不要？是你出的主意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臭婆娘，为了几个臭钱，害我们全家都背上了孽债呀！荷叶处生的，可说不是。这小子还找不着，二不估计活不久。师傅，那个姓马的小子，真要这么放任下去？神仙坟那头，你觉得哪边会赢啊？闷油瓶一个呀！他马苦玄天资出众，现在也是武道2境了。你拿陈平安和他比，实在是……我就是不喜欢姓马那小子。所以你就想将那条金色龙鲤卖给陈平安？咋了？我乐意。师傅，你不也挺喜欢那孩子吗？你以为那就是帮陈平安？啊？结果呢，连龙王楼也赔进去了。那小子从小被他爹打碎了本命词，也没了约束。虽说留不住什么大机缘，但也不全是坏事。如今小镇动荡，还不能让他捞上点什么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当时你要是把那金鲤鱼送出去了，陈平安他活不过3天。只要他还在小镇上，就不会有什么好运气。机缘太大，他拿不住。但凡敢拿，就要死上7、8回，注定是2手空空的贱命。
这就是师父愿意帮他的原因吗？师父，你能给的，刚好是陈平安唯一能接住的吧？那孩子光是能活下来，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。儿子，过完了年是不是就变成大人了？爹，我虚岁5岁，是大人了。那以后爹不在了，娘亲就要交给你照顾了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来，咱们爷俩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爹，糖葫芦好吃，你出去干活回来，能不能再帮我买一串啊？知道了。我喜欢吃小的。儿子，爹走了。小的更好吃。看，要不是看你年纪小，老子真要动手打人了！滚！我家真的没有钱了，可我娘真的病得很厉害，她还在等我熬药。你走不走？再不走，我可抄起扫帚赶人了！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你闭着眼睛抱头是找打呢！快走！干什么你？您走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娘吧！生意人赚钱天经地义，就算再苦再难，也不能忘记了做人的底线和情义。宁可无钱，不可无耻。药我先赊给你，但从今往后，你的采药还钱，1分1厘也不许欠。小家伙，听懂了吗？我懂的，爷爷，我绝对不欠钱。当我老糊涂了，拿草根糊弄我，混账东西！是不是光顾着玩去了？还想不想给你娘治病了？不是的，我家只有我娘亲一个人，我怕娘亲饿了，所以是午时做了饭过后才进山的。对不起，爷爷。听好了，人活一口气，稳住了气，也就定住了神。进来。这上山不累的呼吸法，我只教你一次。
啊，陈平安！本以为我出了小镇才会遇到第一位大道之敌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碰上了，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我。现在是我和他打，你想死，哼，还得再等等。再来！太慢了！就是神仙草药，今天也救不了你。快走！我肚子好疼啊！糟了，是不是在身上吃错东西了？不行，我不能让娘担心。烧菜呢？娘醒了，烧给你自己吃就好了。娘没胃口。娘，多少吃一点，我一定能烧得好吃。娘，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外面下雪了。过年了，我们一起贴春联和门神，好不好？娘，好些没？好多了，一点而已，不疼了。娘亲，看来求菩萨是有用的。娘，你没事吧？赶紧把药喝了。娘没事。平安，去看看雪吧。娘，想一个人歇息一会儿。娘亲好好歇息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孩子？又怎么刚好是我的儿子？我家小平安，岁岁平安，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。娘亲，你怎么了？
娘亲，你睁开眼看看啊！娘，你不要走下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娘啊！岁岁平，岁岁安，岁岁平安。我家小平安，岁岁平安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在乎多杀一人。这玩意儿你不肯交，那我就自己动手拿了。岁岁平，为什么还要爬起来？岁岁安，同心境一起输掉吗？难不成你还想打赢我？岁岁平安，那就送你一家团聚。你我真的挺像的，不过我是装傻，你是装善。头比命硬是吧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娘的泥腿子！不管你们对我怎么样，只配当我的垫脚石！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？这个世界对我怎样，我就死吧！陈平安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都一定回答我，陈平安！一定。这上山不累的呼吸法，我只教你一次。怎么会？自身如一尊泥菩萨，气沉丹田，不动如山。一定会活下去！必须分个生死！那你给我死！
这葫芦很神奇的，一到雷雨天气就嗡嗡的响。我知道，这是养箭壶，里面能装几10把小飞剑呢。我爷爷有一个，刘爷爷有一个，苏姐姐有一个，现在我也有啦。白柴哥哥，你说送我的，不许反悔啊！别说是这只小葫芦，就算我手上还有宝贝，也愿意一并送给你。也不知道袁爷爷完事了没有。帮我跟袁爷爷说，桃子还等着那座披云山呢。去吧，你家主人已无事了。若齐先生早就对刘氏减轻心动，大可与我明言。只要不落入风雷园之手，随你，何必藏着掖着？到头来，好处你齐景春占了，恶名却要我正阳山来背。我若真舍得脸皮坚守自盗，外人岂能察觉到丝毫？一部梦中杀人的剑经罢了，需要我齐景春谋划将近1甲子，才动手谋夺吗？至于那少女，我与她并无瓜葛。齐先生，非常时刻，请行个方便。那2位少年分出胜负即可，莫分生死。齐先生放心。齐景春，你欺人太甚！凭什么放真武山的人过去，偏偏拦着我去教训那2个小杂种？真武山有2个真，真君子和真小人，而你重伤刘宪阳，坏其大道，却故意留他性命，以防被我驱逐。你这种人，啊，差点忘了，你不是人。小姐，再等老袁片刻。我拦你，是为正阳山好。你跟剑气剑意打了1000年交道，难道感受不到那少女本命之物的压力？哼，他那点道法神通，垂死挣扎罢了。齐先生也好意思拿来吓唬人？哦，之前有人说你那位恩师晚节不保，我当时还不信。堂堂文庙第4圣，便是在道祖佛陀前也是能说几句话的大人物。现在看，根本就是个1000年未有的大骗子。难道你这支文脉如此不济事，传不过2代就要断绝？说完了。哼，没劲。你菩萨也有火气。不曾想读书人竟是骂不还口，不晓得是不是打也不还手？你可以试试看。景春，一定要阻拦我进去吗？后果之重，一座正阳山承受不起。算那2个小杂种运气好。打得不错。齐先生说莫分生死，原来是怕马苦玄丢了性命。陈平安，我出手救下马苦玄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
所以我出去之后，会说服正阳山搬山元放弃对你们两个的追杀，如何？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，答应就点头，不答应继续沉默便是。如果觉得不公平、不甘心，那等你从老袁手底下逃出升天，便可去真武山找我，讨要你以为的公道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的。我可不会给你机会。死人没资格跟活人撂狠话。跟我走。陈平安，哪里伤得最重？不打紧，只是如果老袁这个时候赶过来的话，来就来，刚才有你在，等下有我在，怕什么？帅气。齐先生，接连几场架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了。齐先生，跟你说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，正阳山搬山员撤退了，很快就会离开小镇。第2件事，刘宪阳活下来了。齐先生，刘宪阳是不是不会死了？有人出手相助，刘宪阳性命无忧，毋庸置疑。不过他的身体遭受重创，以后未必能够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。不要紧，他只是体力透支而已。齐先生，他的情况很糟吗？他被蔡金简打断长生桥，精气神不断流散外泄，这次又拼命激发潜力，如今寿元最多也只剩1旬了。齐先生，你只需告诉我，怎么才能救他？世间何事最为逆天而行，逆流而上？一人一剑，杀光妖族。是修行。其实一样的。对你来说，修炼体内剑炉可滋养体魄，但对他来说，练拳比练剑更能养体护身。先生，练拳真的有用？虽不敢保证长命百岁，但若在练拳上下了苦功夫，还是有可能的。齐先生放心，别的不说，下苦功夫，他最拿手了。他肯定希望睁开眼就能看到刘宪阳，等他养好伤，我就带他去阮氏那边。我陪你们走一段路程。齐先生作为小洞天的主人，您在这里是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？只要我想知道的，都可以知道。不过未必全是真相，毕竟有些事情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齐先生，您如今是啥境界？有没有机升上5境？还有，您坐镇此方天地，真的能够天下无敌吗？当然，如果您觉得不方便，可以不回答，我就随便问问。治伤要紧，我就不送了。多谢齐先生。哎，不行，这样会颠得他伤口疼。不行，治伤要紧，万一伤口又裂开了怎么办？不快点治，伤口怎么能快点好呢？先生，还记得初入你门下时，我做事也如陈平安般执拗。如今风雨催人去，先生啊，学生真的有些想你了。
我说陈平安这个烂好人跟谁学的？原来是受你齐敬春的熏陶。哎，刘宪阳这命是真好啊！你老爹我都没享过这福。有事就说，别杵在那里挨着我打扫。先生，那山岳玉牌，儒家的压胜之物，还轮不到你惦记。马先生，小镇时日无多，你能选的路更少。是跟着齐先生行鲁莽之事，落个身败名裂，还是延续文圣的传承，担任山崖书院的新山长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哼，真是跟谁学就像谁呀！真当我们先生教出来的都是崔禅那般喜好背叛师门、疏影忘祖之辈吗？小小竹米，亦可落地开花，自成山林。何必与竹身一同坏死？先生是成大事之人，不该被师兄弟的情谊所束缚啊！查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哦，小镇两支元祖不同的城市，一支很早就举族迁出小镇，祖坟的位置也已经不可考了。另一支如今除了陈平安这支独苗，都已经依附四姓氏族，当了奴仆丫鬟，没有自立门户了。实在不行，就从最下面的书找起，一本族谱从头翻到尾，那些个名字不是奴婢就是丫鬟，好玩吗？哎，陈队，我没眼瞎的话，陈松风可是在给你帮忙啊！哎，哎呀，帮你还踢我，有没有良心啊？连皇帝也有几个穷亲戚，怎么有人例外？啊，找到了。陈平安平白无奇的，反倒令人琢磨不透。这是今日的药，拿给刘宪阳。哎，陈队，我跟你求了那么多次秘制药丸，你都不给，凭啥给刘宪阳还送我一整瓶？你要也为我陈家守墓千年，我也会给你。神道崩坏，礼乐鼎盛，百家之争就要开始了。我兵家修士靠沙场厮杀来提升境界，本就不易守住本心。一旦嗜杀成性，极易堕入魔道。当着我兵家先辈们的面，我且问你，那个外乡少女杀死了你的第一个师傅，出来！但是你盯上陈平安是为什么？我真武山兵家修士练的虽是杀人技，但绝非滥杀者。兵家修士，是不是能不在乎什么因果报应？气数气运。遍观千年史书，以一己之力揽狂澜于己道，大多是兵家圣人，并非是我身为兵家修士才刻意为先贤歌功颂德。陈平安他爹是我爹害死的，这笔恩怨我一定要在离开小镇前亲手了结，绝不能牵连到我奶奶。你是想把上一辈人做下的孽全部拢到自己身上，希望你奶奶能够善终？我对爹娘实在没什么感情，只有奶奶放心不下。只是她又不愿意跟我一起去镇武山。情有可原，但是站不住理。虎符躁动，必有祸端，随我速速返回小镇。奶奶。
稳住心神。停步！你天生戾气重，会惊扰到他的散魂。齐先生，此事关乎马苦玄的修道心境，希望先生莫要插手。可，真武山，有请。后裔有何吩咐？此地法术禁绝，因此请你帮忙收拢这老妇的游魂散魄，切莫伤及根本。狡猾！宁姑娘，我是真的刚醒啊，我。说你是石头，哪有半点石头的样子？你就是个……陈平安，你可别给我死了！你给我开路！他说你奶奶生前造孽太多，三魂七魄如同身躯一般残朽，死后命魂亦如此。这小镇天生抗拒鬼魅阴物，所以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快去给我找回来！不得无礼。非不为也，实不能也。为何神人对他如此容忍？啊，后有所求，再当奉请。我奶奶是怎么死的？她被人在门口扇到了脸，摔入屋内而死。出手之人多半是炼气士，你杀陈平安是为了斩断因果，可你一出门，刚好有人登门寻仇。所以是我害死了我奶奶，对吧？按照世俗眼光来看，是，也不是。屠城灭国做不得，
滥杀无辜做不得，这些事情做不得，那些事情做不得，那么报仇杀人到底做不做得？如果连这也做不得，那我当兵家修士有屁用？为何当时不答应那对道士道姑去那个什么宗？有些话还需要说的透彻些。杀人，杀多少，能杀谁绝不一样，心性最为重要。我杀了100人，全是该杀之人，而你只杀了2、3个，便有不该杀之人。所以杀人，只要能够承受所有后果就行。杀不杀人，如何杀人？我问你做甚？我现在还不是正式的真武山弟子，滚去带路！快点！修道心境，你有能耐可以把我乱刀剁死，那你为什么要杀我奶奶？不是我杀的，我要是真杀了人，早就被赶出小镇了。知道我最恨你们什么？造孽之后还能这么不当回事？我也是8人朝天劫头杀，我可以赔偿你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。这么巧，我还是我奶奶马兰花的死子呢。海潮铁骑士们，等着，我陪你们。放了我！哎，怎么了？杨老先生在哪儿？在后院。哎，等等，老先生，冒冒失失的，没点礼数吗？救人要紧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是不是很疼啊？疼啊，那就乖乖受着。与你说了多少次了？越是命贱福薄，就越要惜命惜福。现在动不动要死要活，当初怎么不跟着你娘一起走？你姚师傅是对的，哪怕教你身好手艺，人却活不长久，浪费，一样早早丢到土里去，让他自己坐着，让个娘们背着也不嫌丢人。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落魄户了，倒是问心无愧了。刘宪阳是什么好命，你是什么贱命？他死一次，差不多都够你死10次了，知道不？您能不能先帮他止痛啊？他是你男人呐。睡去。将你的呼吸法用上。陈平安的修行领路人，原来是你。
那道城墙上，如今刻下多少个字了？总计18字了。都已经18个字了。道法浩然，西天6字之后，还多了哪些啊？雷池种地，剑气长存，然后是齐、陈、董。还剩下个字被你吃了。忘了。还是老规矩，每斩杀一位飞升境妖族，才有资格在长城上刻下一字。前辈为何如此了解我家乡那边的情况？很久以前，有位外来剑修有写游记的习惯，一路风土人情都被他写了下来。他最后死在了咱们小镇附近，我就把那本厚厚的游记拿回来，没事情的时候就翻一翻，信不信由你。他怎么了？小死。人生啊，不过2件事，醒和睡。生则大醒，死则大睡。酣眠即小死。休歇的不只是肉体，还有心神。小姑娘，我问你，当一个人在心中默念的时候，所谓心声，到底是何人之声啊？不用回答，试着做做看。瞧瞧人家，一个点拨就能破境，你小子屁本事没有，就喜欢犟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挑来选去找了那么多人，不曾想反倒是最不抱希望的一个，命最硬啊！做事可真绝啊！那是大黎寄来的文书。贵为大黎皇子，却连文书都不敢接吗？大限将至，3日内撤离，怎么回事？我得提前带你离开了。如今这离珠洞天，就像错综复杂的棋局，结局究竟会走向何方，就连本王也看不清了。立刻通知4姓10族，洞天终将破碎，下的6000生灵的债得用人命都成替死鬼了，无法逆转。无人有来生，无人有来生。4姓10族均能保全。这。孙散呐！奶奶，今天我就要离开小镇了。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们这座小镇
对你们外乡人来说算什么？就像小镇外的那条小溪，鱼龙混杂，有浅滩，也有深滩。那以前外乡人来这里争夺基业，有淹死过人吗？以前没有，这次是例外。我的花圃就是正阳山最漂亮的啦。山，放回去！哈哈哈哈哈！无妨又如何？冥顽不灵！齐景春，你的大道可管不到我！ 要是60年前的我，出去之后第一件事情，就是一脚踏平正阳山。
唉，要背井离乡喽。不准备跟陈平安道个别？那家伙能不能活下来，还不好说。万一只等到一具尸体，多恶心！他没爹没娘的，还不得有我这个邻居来给他处理后事？陈平安，真的就只是陈平安？衙署早就彻彻底底查了他祖宗18代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所以放宽心吧。陈平安就只是陈平安。那祖宗18代之前的18代呢？就没有出现过一个经才绝艳的大人物？一个都没有。原来你希望他身世特殊一些。如果他跟寻常人不一样，我心里会好受一些。那少年到底怎么欺负你了，让你如此执念？喂，姓陈的，又上山下水刨食了，以后能带我一起不？我打赏给你铜钱哦。不用给钱。不要拉倒，我还不乐意去呢。穷的叮当响，睡的破房八面漏风，一年到头连串糖葫芦也吃不着，你还乐呵个啥？明白。怎么，刚大病初愈，就急着跟我断绝关系？哦，这是宁姑娘最珍贵的东西，所以一定要还。真是7窍通了6窍，1窍不通啊，傻子！杨爷爷，这么多年，谢谢你。嗯，谢我？我可从没白帮过你，哪次缺了报酬啊？哎，一会儿留下1袋子供养钱，这次就结了啊！你抢劫啊你！杨爷爷就这样，不爱讲人情，但是做什么事情都很公道。凭什么说他公道啊？就凭年纪大呀？病也治好了，你俩就别在我这儿眉来眼去的，也不害臊。哎，陈平安，你现在不是习武了吗？不如连剑术也一起练了。你会教剑术？我天资太好，学剑极早，境界攀升极快，但是教别人剑术嘛，半点不会。不过剑术最能提人精神，最是磨练心性。世间有灵之剑，皆是我辈同道中人，所以，我这把剑鞘可以先送给你。为啥？连剑鞘都有了，距离剑仙还会远吗？我该说啥？
把剑呢？爹，刘贤阳醒了。哪儿都不许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不过陈平安的伤不知道好点没有。哎，陈平，陈平安，你怎么样？阎王殿太小，留不住你兄弟我。看你这次还长不长记性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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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疼啊！哎呦，陈平安，你下手太狠了你！阮师傅，谢谢你。哎呦，铁匠铺很忙，没有白白养活刘宪阳的道理。你就先替他在这里干活，秀秀。丁姑娘，你所托之事一半妥，随我来吧。你要的剑，等我铸好之后，会第一时间送去道玄山。你可得多砍下些大妖的脑袋。晚辈定然做到。嗯。我叫陈松风，这位姐姐是刘宪阳的救命恩人，叫陈队。举手之劳而已。我跟你这支陈氏算是几百年前的远房亲戚吧。至于陈姐姐，即便往前推1、2千年，跟你的关系也淡如薄纸。啊，这次陈姐姐是来祭祖的，可小镇已经没谁知道他们家祖坟在哪儿了。刘宪阳说你是小镇最熟悉四周山水的人，所以我们想请你帮个忙。啊，当然了，报酬的话，1袋子金金铜钱，我觉得你可以答应。2袋。我想到一个地方，不过几步路的事儿，报酬就算。他大病初愈，上山很伤身体的，必须双倍价钱。这没得商量。现在衙署让外乡人都快快离去，3天时间还剩2天，你们不着急吗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半个时辰后，我会在廊桥那边等你。告辞。哎，你真知道陈氏祖坟在哪儿？有人曾经告诉过我。动作都快些，要下雨了，快点！公子，我们这么快就走啊？带你去大黎京城长见识去。四脚蛇也带上，别忘了。那个蠢货昨天就溜进箱子里，弄脏了我的胭脂，害怕被我杀了，现在不知藏哪儿去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们身边竟然有这么多碟子。哼，指望这群废物护我安危，笑话！我曾经还不是差点死掉。
真养了一群废物碟子。看来我们大黎内部也需要清理门户了。大黎谍报机构有7个，本王掌控的3个主要是用来渗透敌国的，国师秀虎掌握的3个主要是监视朝堂内部。最后一个被我们大黎的皇后，你的那位娘亲死死攥在手里。你猜猜看，这具尸体出自哪里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哼，记住这次教训，否则下次躺在这里的就是你了。这竟是我的起居所失摘了。你本名叫宋牧，最后劝你一句，不要带着心结离开这里。那陈平安对你来说终究是过客，如果无法参破，当心变成深不见底的天魔星窟。到那时，连被杀的价值都没了。老大！快走！没义气的家伙！就丢下我们！别打了！陈平安都不如。人家虽然死了爹娘，但好歹知道自己爹娘是谁。陈平安，你知道自己爹娘是谁吗？为什么你一条贱命却爹疼娘了？凭什么你1穷2白却活得比我快乐？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恨得牙根痒痒？想彻底毁掉你，为什么？却又怕我自己落个浑身不自在？这风水书上讲，5月初5生的男婴是不祥之兆，会带来灾殃，你阳气极重。如果一直住在老宅，那你父母会无法投胎做人的。所以，你最好赶紧搬出去。哎，我看去龙窑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龙窑，可是娘要我发过誓。我不过借几句风水衬阳来骗你，你自己到了这里，活该。为什么要骗我？风水书上就是这么写的。骗子，你这个骗子！我娘让我发过誓，一不做乞丐，二不去龙窑做工。但是因为你，
我只能有家不能归，不得已落魄街头，最后只能去了龙阳。你当初为什么不杀我？为什么还要挑一个执归不在场的时候？换上是我会把你陈平安大卸8块，还得当着你至亲的人下手。公子想什么呢？公子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忘了那家伙的。志归，你说的没错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忘了那个家伙。嗨，少侠好体力啊，难怪敢照板正阳山那头老畜生。啊，我从小就来这边采药，习惯了。以后来我们风雷园吧，我罩你。成了剑修，御剑灵锋，到时候咱们兄弟俩飞到那正阳山上，丢下一座雷池剑阵，正阳山他娘的就玩完了。正阳山没你说的那么不堪，风雷园也没你说的那么强大。我这不是怕我兄弟投错了山门，耽误终生吗？这么快就成兄弟了？那你兄弟没个几万，也有几千了吧？哼，姑娘你这性子，将来不好嫁呀。哎，兄弟，你说是吧？不用你瞎操心。那清风城许氏主动提出要归还那具宝甲赔罪，你为何不收？如果清风城早就知道刘信阳祖上是我影音陈氏留在小镇的守墓人，他们还敢如此行事，必当付出代价。但既然他们事先不知情，而机缘本就人人可争，我影音陈氏还不至于如此霸道。那万一清风城也有算计正阳山的念头？如果不是那老袁冲在前头，被那许氏设局，估计清风城还真就拿不走宝甲。蝇营狗苟，随波逐流，岂知大事？刘灞桥，告诉陈平安，只管带路，越快越好。真笨呢！继续走，小心点儿。我没事，不用管我，肯定能跟上。休息会儿吧。继续赶路。
他只是气息乱了，等等他吧。不必等了，让他先回小镇便是。那接下来有劳了。是，老子也不伺候了。只管带路，越快越好。回去路上饿了，可以填饱肚子。起来，才不受这窝囊气！回衙署大鱼大肉伺候，不比这舒服啊？知道回去的路吗？嗯。哎，你这是何苦啊？跟影音陈氏结下香火情，对你、对风雷园都不是坏事啊。嗯，其实我厚道的平安兄弟没要陈队那2袋钱，那也不是坏事。嗯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。不全对，齐先生不也是读书人？还有齐先生的先生，可厉害了。你说齐先生到底想做什么？天晓得。好一个天晓得！哎，陈平安你怎么看？我个人对他没有任何意见，但如果就事论事，他的存在其实让我们整个家族都很尴尬。为啥？离珠洞天的陈氏子弟，除了那个少年，全部成了别家奴婢，唯独他，就像这饭团上的叶子，越是独善其身，就越显得我们这些陈氏子弟可笑。这又不是我兄弟的错。当然，可世上终究有些事情，很难说清楚道理的。不是道理难说清，而是你们没道理，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罢了。有口无心啊！我呢，口拙嘴笨，拳头不够硬，剑也不够快，要不然我这肚子里啊，真是攒了一大堆道理，想要跟这个世道好好说上一说。所以你觉得陈平安不错？觉得不错？怎么可能？哎，我一看到那个少年，就自惭形秽啊！爷爷，你放心，剑经我没买。100年36000场，一切乾坤如水乡。剑经竟然成了，原来走的是破而后立的极端路子。爹，这就是以梦境为剑炉，一气呵成神仙剑。小镇少年果然都是过河族啊！哼，早知道就不该答应把你借给影音陈氏20年。爹，你说谁是过河族？刘宪阳又是什么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就说让你多读点书，好歹以后跟人聊天还能接上话。卒子过河能顶居呢。方向真的对吗？我可没时间陪你漫山遍野的闲逛。
下山的路吧。祖坟生楷树，这是昭示陈氏会降临圣人啊！小镇陈家皆已凋敝，这机缘定当落在我影音一脉了。我影音陈氏，叩谢始祖庇护。我们来时有段路程，你为何故意绕远？啊，宁姑娘，连你都看出来了。哎，把帘子去掉。那边有一片山崖，全是你说的那种叫斩龙台的黑石头，我怕他看到，万一起歹心怎么办？守财奴。宁姑娘，你这么耿直，朋友一定不多吧？哎，小心！这个时节的山果能好吃？宁姑娘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种果子多末结果，春天成熟。我以前上山采药填饱肚子，就靠它了。你怎么跟野猪似的，什么都吃？这果子不是俗物，正好可以给陈平安调养伤患。不好吃，还给你。哦，你采了这么多，是要留着给陈队？给他干什么？非亲非故的，当然是留给刘新阳了。如果阮姑娘在这里，你是不是也会分给她吃？当然了。那如果你手上只有2颗野果，你是给阮秀呀，还是给我呀？宁姑娘，你咋了？脸色怎么这么吓人？别岔开话题。当然是1颗给你，1颗给阮姑娘了。我看你们吃就行。那如果只有1颗呢？给你。为啥？阮姑娘又不在这儿，可宁姑娘你在啊。陈石头一心虚栽进了竹筐里。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们来吗？只为2字：破镜。你李二是个明白人，知道7境之后，每次破境都是生死大关。之前吩咐你的事，为什么没去做呀？我家媳妇儿看得紧。只是这样？怕一出手，就坏了您的买卖。这么好的磨刀石，小镇里能碰上几个？听我的，去会会他。行了，你去吧。哎，师兄！哎呀，师傅，师兄还不得打死那家伙！师傅，师兄的路子您给指了，那我呢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此生无望第9境。马车先行，只管往前。真没想到，
小镇还藏着你这么一号人物。看来我们大黎的碟子真是废物啊！既然没有一见面就开打，不妨说说看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宋长靖，打过之后鸟还活着，自然知道答案。还成，力道上差点意思。大言不惭！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！现在的力道够了吗？这几拳凑合，但也只是凑合。哎，收工了。是个大才，不过胜负已分，再打下去就是分生死了。宋长靖征战一生，杀人无数，若见酣畅一战，不枉此生。来，接着打！可惜了。斩神仙，杀天才，筑清观。斩神仙，杀天才，筑清观，筑清观。
沙场无情，世人误解我，百姓诋毁我，将士憎恨我。但大道就是如此，不是杀人，就是被杀。1000年之前如此，1000年的1000年之前还是如此。但是大理武道第一人，这不是生者的气息。杀！什么？好大的力道！蛮力你是赢不了的。就乖乖躺着。让我看看你底子里还剩多少权益。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大丈夫当立万世功业。为此何惜伶仃一命？何怜天下生灵？何惧万千逆境？我宋长靖是大理武道第一人。如此刚骨，应折不屈。不知武道，傲立天地。看来，这便是我的机缘了。多谢高人助我破境。养老神仙的心意，我收下了。日后，哎，每人选一张，回去仔细临摹，3天后检查。我要一张，给我一个。瞧，给我！我要这个。我要这个。不就是画个小树吗？
你给我，抢不着吧？我要这张。走喽！快点！师兄，还记得我们来山崖书院之前，先生送我们的临别赠言吗？当然。那何为天地生君子？君子理天地。天地生养了君子，君子则当治理天地。那又何为学不可以已，轻取之于蓝而轻于蓝？学习无止境，在先人的基础上完善，拓宽自己的学问，学生也会超过先生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还要鲁莽行事，执意为这座不过5、6千人的小镇舍去100年修为和1000年大道？你可是齐景春呐，是先生最为器重的弟子，是有望立教成祖的读书人。天地生君子，君子理天地。君子者，众生平等，没有人可以随便剥夺他人生死，更何况是6000人的生死轮回。什么众生平等？难道你忘了先生说过的明贵谏？先生学问自然极大，可道理未必全对。理者，所以正师也。君子识曲则曲，识深则深矣。师弟，事已至此，书院那几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了。山崖书院要迁至大隋王朝，大隋与大黎虽是邻国，仍是千里迢迢，战事更是一触即发。此行凶多吉少，千万保重。先生，世间可有真正的天经地义？如何才能不对这个世界失望？你带陈队进过山了？嗯。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我会跟他离开这里，不久后离开东宝平州。那至少也要等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再走吧。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，我也放心不下你呀。在这儿好歹你能照顾我，等以后出了小镇怎么办？哼，只是诱一下，连死都死过，还怕什么呀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宋长靖如何啊？还不错，只是他底子比我差，凭什么比我先破境？你李二破境，不在生死间。师傅，你看我根骨不比师兄差，机缘的话，还有没有变数啊？你带着傅南华去老龙城啊？记住，死也不许泄露根脚。哦，师傅，保重身体。
师傅，你对师弟也太不近人情。师弟虽然成天没个正形，可是对师傅您是打心眼里好啊。反正都是无根浮萍，死在哪里不是死啊？你也带上你家那个泼妇走吧，在东宝平州，你这辈子都没希望破镜。儿子女儿，你可以带走一个，另一个送去山崖书院。那师傅，你以后还能如何？等死而已。我既封你为河婆，就要负责河中事务，又回来我这儿做甚？大仙，我想多看孙子几眼。别不知足！大仙之所以愿意庇护我，是不是因为我那孙子？既如此，大仙为何任由真武山带走我家马苦玄，何不由自己栽培？大仙，我小孙子大仙息怒，是我失言，是我失言。虽然在我眼中没有好坏之分，没有正邪之别，不以此来称量阴德，可不意味着我就喜欢你的所作所为。以前不好与你计较什么，但是以后就算将你灰飞烟灭，也只是一念之间。你别得寸进尺。去吧，盯着点廊桥那边的动静。是。要变天了。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山脉的人，我们很聪明啊，为何要做这等蠢事？谁知道？他们那些破道士，我就没懂过。我懂啊！呀，不懂！你们这些只知道藏在乌龟壳里的老东西们，要是能懂，不个个都成圣人了。山崖书院齐敬春拜见杨老先生。倒是稀客呀。算了算，陈平安约莫会来，我等等他。主要还是来拜访杨老先生，风雨欲来，多有烦闷呐。你来此地坐镇的第一天，我就瞧着你是个不得志的人。不过这么多年没听到你半句牢骚，也是怪事。你可不像是唾面自干之人呐。牢骚有啊，满肚子都是，只是说不出口而已。你的本事我不清楚，不过你家先生，就凭他敢说出那4个字，在我眼中就能算这个。杨老先生其实学问更大，我又不是读书人，你先生学问就算已经大过了至圣先师，我也不会说他半句好。杨老先生是觉得我们先生所说人性本恶才是对的？我没觉得对，只是世间这些衣冠之辈看得我心烦，所以有人出来唱反调，我便觉得解气，仅此而已。客套话莫要说，我不爱听。咱们就不是一路人。再说了，你齐敬春如今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我可不敢跟你攀上交情。齐先生，杨老先生，我想知道，能不能用治疗我的方法也治一下刘宪阳？他现在很虚弱。关我屁事！如果需要金钱铜钱，我还有。哎呀，别在这瞎操心了，今天打烊了，你们都走吧。陪我走走吧。
实在是闲来无事，便用你送去的蛇胆石刻了2方私章，一个用隶书，一个用小篆，送给你，记得收好。以后看到了心仪字画，例如一些觉得气象不俗的山河形势图，可以拿出印章放上一压。好的。你记住，君子可欺以其方。你在文庙里的那帮老头子脑子坏了吧？明摆着有人在针对山崖书院和齐景春，还一直袖手旁观，真当自己是泥塑木雕的死东西了。前辈真的不愿意试一试？我知道前辈的答案了。看来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很失望。刘谢阳走了。刘谢阳，刘谢阳，刘谢阳！哎，我叫刘宪阳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哎，我以后一定要出去看看，喝最好的酒，骑最快的马。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，我也放心不下你呀。刘谢阳。你不是掉钱眼里的财迷吗？怎么这么大方啊？全部的家当都要送出去。哎，齐先生，稀客呀，您楼上坐。别怕，天塌下来还有叔父在。就算是他，也承受不住。
怎么不把簪子别上？宁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人家既然愿意送你，自然是希望你物尽其用。我仔细看过了，的确是普通簪子，没有暗藏玄机。起初我还以为是座小洞天呢。啥？别有洞天听过吧？天下洞天分2种，一种就是我们身处的这座离珠洞天，洞天福地的洞天，疆域广袤，不知几千万里。传说道祖有一座莲花洞天，单就里面的一片荷叶，就比你们大理还要大。不可能吧？我也不信。所以我要去亲眼看过之后，再回来告诉你真假。你以后做什么？我帮阮师傅做完那些力气活，我想以后自己进山烧炭，还可以顺便采药，卖给杨家铺子。万一搬山原刘志茂之流找你麻烦，你往哪里逃？所以你记着，无论如何你都要按陆道长说的，厚着脸皮待在铁匠铺，这才是正路。给阮师傅惹麻烦怎么办？阮师傅可不怕这些小麻烦。那我要先把事情告诉阮师傅，看看他愿不愿意收我做长期学徒。在小镇里，没什么是一代金金铜钱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2代。我心疼啊！守财奴，以后谁不幸做了你媳妇儿，估计恨不得一巴掌打死你。我可不会让自己媳妇受委屈。我才不信！要是我媳妇受了委屈，别说是搬山原，就是天上神仙，我也照砍不误。砍不砍得死我不知道，反正先砍了再说。为什么？我爹说过，男人不护着自己的媳妇儿，娶进门做什么？我走了，回铺子。你保重。宁姑娘，我送送你。不用。齐先生。齐景春，你放肆！天道本无私，念你身为儒生，对离珠洞天生出恻隐之心，情有可原。若此时回心转意，犹有余地。哼，你这书呆子废什么话？他想做出顶天立地的壮举，得先问过我的拳头。自斩龙一役起，小镇独享3000年大契约，后世子孙英才辈出，无非是寅吃卯粮的手段。既然订立规矩的是4位圣人，我自然没有资格在此事上指手画脚。如今天道要镇压此方天地，来便是。我齐景春一人替小镇百姓承受这场劫难，天道和规矩皆可成全。姓齐的，你是真不知道缘由，还是装疯卖傻？三教根底，岂是你小小儒士可以动摇的？齐施主，一念静心，顿超佛地。你们经唱的不错，可当真容得下他齐景春？善哉，善哉。小镇3000年的天道反扑，我齐景春一肩挑之。
先生，快下雨了，您快回。你悖逆大道，不自量力，就由本座先陪你玩玩。春风得意，哈哈哈哈！想与春风破我剑阵？有人说你齐景春不简单，拥有2个本命字，春字之外。还有一个坏了规矩的静字，来，就让本座开开眼。你有春风，本座则有一场飞剑伐云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还真有点本事。齐景春，为何不还手？真以为仅靠本命字招架，会有半点胜算？风平浪静，动静有法。拼死护着的地方是怎么对待你的？小打小闹也差不多了。齐景春，本座最后问你一句，你确定要执意下去吗？不后悔？不悔。好，看拳。
凡夫俗子，还不速速下跪！跪下，便可鸿运当头。跪下，就是登上了青云梯。陈平安，快停步！杨老先生，既不要前行，也不要转身，更不可下跪，在原地坚持一炷香便可。你一介凡人之躯，这不是你能承受的机缘。不要逆天行事。不要冥顽不化。齐景春，你若是愿意，可以追随贫道修行。清净无，你大胆！齐先生，齐先生，是你吗？是我。陈平安，不妨站直，走几步试试看。谁敢挡我？快滚！杂种，该是马土坟的机缘。还不快滚出去！厚颜无耻的小杂种！马土坟拿不到，也轮不到你。谁先神武？就该相信我干些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齐先生，你是要走了吗？要走了。外面有太多人不希望我留下，由不得我自己做选择。都说你齐敬春有望立教称祖，看来不过是浪得虚名。接着走吧。我们去哪儿？不是我们，是你。你要见的是一位老前辈。老前辈。陈平安，大道就在脚下，走。
事不过三，点到即止。再来！再来！再来！你怕不怕吃大苦？不怕。那你就肯定能活下去，而且能走到更远的地方。我想去齐先生说的那个地方。前辈，你看见这位少年了吗？列星随旋，日月地照，40代玉，阴阳大化，风雨博施，行必有正。列星随旋，日月地照，40代玉，阴阳大化，风雨博施。万物各得其和以生，各得其养以成。不攻天道，无自立生，不朽不明，八荒春风。春风已至，不见竟春。天下有我齐景春，天下快哉，我亦快哉。所念所盼也无憾，春会在我心流转。天下有我齐景春，天下快哉，我亦快哉。随风化雨入关公墓，守护着千山。春散随舟离岸，不留恋意，却温暖悲欢。这世间所常的平凡，皆是你所念所盼。从此之后，小镇6000百姓皆有来生。但你齐景春的这笔买卖，当真划算吗？阮琼作为这里的新任圣人，管制的甲子之内，越界者杀无赦。这不是斩龙台吗？等宁姑娘的好剑铸成，你来做魔剑石的话，肯定比跟着我强。李宝平，
干嘛？跟你商量个事儿。那你讲快点儿。你扛着的这些树枝是从老槐树那儿捡来的吧？对啊，那边有好多人都在捡树枝呢。我力气小，只能搬得动这么大的。不跑快点，争取多搬几趟的话，就要被人给抢光了。你家住福禄街那边，离老槐树太远了。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，可以先把树枝放在我家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肯定不会让我白占便宜吧？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？事先说好啊，我可扛不动太大的树枝，很沉的。想让你在那棵树附近看看，如果有绿色的槐叶，就帮我收起来。就这样吗？对，就这么一件事儿。这是我家的钥匙。我记得你家的院墙不高的，我稍微点一下脚就可以把树枝丢进去，不用开门的。那好，你去忙吧。听说过树倒猢狲散，现在又见树倒成柴火。就是再过几千年，人还是这个德行。齐景春，你不后悔吗？大仙，有何吩咐？现在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就看你敢不敢争取了。你的供奉香火被这座廊桥拦腰斩断了，但只要你从桥下游过去，就能从河婆变成河神。昨晚桥上木廊崩塌，我想离近瞧瞧出了什么事，可我一靠近，就像钻进了油锅，疼得受不了。是继续在烂泥里躺着，还是成为河神？全在此一举。前辈好大的神通，竟然能自行敕封一方河神，关键是还能不惊扰到天道。河婆河神一字之差，云泥之别，你会不懂？已经很骇人听闻了，在注定的断头路上硬生生岔出小路，这等手笔由不得晚辈不佩服。小子，你知道我的身份？山主事先并未告知，但是我勉强猜得出一点端倪。哼，去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他呀，一身通天修为不用，仅靠2个本命字抗衡天道。杨老先生，你说齐先生到底图什么呀？若是图一个为生民立命，那也太亏了。他是齐敬春呢，山崖书院的山主，文圣的得意弟子，一条命才换来6000凡夫俗子的来生，划算吗？我看不划算。换成是我，绝对做不来。也罢，看在你这几句心里话的份上，咱们随便聊聊吧。晚辈求之不得。一步步把齐景春逼到这个唯有求死的境地，是不是你做的局？这个局少说从80年前就开始谋划了，我如今不过而立之年，说不通啊。那就是你凑巧来取压圣物，又凑巧碰上这桩惨案，属于黄泥巴掉裤裆里，不是屎也是屎。世事无常，无巧不成书。晚辈对那座披云山情有独钟，希望将它作为新书院的地址。晚辈是客，于情于理都应该跟杨老前辈打声招呼。只要前辈一天不点头，书院就一天不破土动工。如果哪天前辈觉得此事可行，让人捎句话，给观湖书院催明皇即可。谢过前辈。齐景春，那晚你在廊桥坐了一夜，到底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呢？你们读书人呐，没一个让人省心的。
只要大理让我看得顺眼，60年之期一结束，我自然会再次开宗立派。阮氏这是在祝大理国运昌隆啊！阮氏放心，除去披云山，境内61座山，阮氏可任选3座，作为开宗立派的根基。本官可以先送阮氏离珠洞天的新旧2幅山峦形势图，再陪着阮氏亲自去勘探巡视，到时候阮氏再做定夺，如何？图先放着，占山一时，不着急。不过除了披云山，也没哪座山入得了我的眼。那下官便静待阮氏的决定了。宁姑娘。哦，宁姑娘昨晚收到道玄山的飞剑传书，天没亮就走了。她让我告诉你，她送你的剑鞘要先静用一段时间，以后会还你的。原来宁姑娘那夜去倪萍想找我，是要与我道别。等她的事情办完了，你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那个叫齐静春的读书人说他对这个世界很失望，那么你呢？等等，陈平安，陈平安，刚才忘了告诉你了，我爹说这段时间你就在铺子里安心做事，以后可能需要你帮忙打铁。替我谢谢阮师傅。怎么了？感觉水里好像有脏东西。你看，什么都没有。只要从桥下游过去，就能从河婆变成河神。不过如此嘛。不要得寸进尺，以后经过廊桥，切记不要抬头了。往下游去吧。
经过铁匠铺别太猖狂。不过你能让这条河催生出水晶，有利于铸剑，阮氏应该不会为难你。谨遵大仙法旨。对了，阮姑娘，能请教2个字吗？你先写写看。早知道就好好读书了，现在要丢人了，完了完了！哦，原来是武学的事啊，我最懂了。神庭合在一起就是穴位的称呼，神庭穴。我们体内有365座大小窍穴，都是金山银山式的宝藏。哦，哎，继续聊啊，我也学学嘛。哎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跟新县令无冤来小镇的。继续聊啊，我听听嘛。哎，难道我听了之后就一下子变成神仙了？那这2个字念淡中。淡中。哎呦，姑娘，你这字儿写的着实不咋地啊，一看就是没下过苦功夫。哎，姑娘，你怎么不解释膻中穴在哪儿啊？哦，是不是很难指点给他看啊？姑娘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帮忙啊。我觉得你肯定是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来指给他看我身上膻中穴的位置，不是我来指你身上膻中穴的位置。再说了，你身上膻中穴的位置，神仙也难寻啊。我这不自找麻烦吗？姑娘，你怎么还来？还来！别跑！我错了，站住！还有尾驴加急御诊这后背3关，姑娘你咋也漏掉了呢？古人说后关统一办公，阮姑娘，开件事正宫之言，吓住我的脚你！站住！小镇60年内仍是以阮氏的规矩最大，阮氏一切作为，大黎会毫无悬念地站在阮氏这边。世俗王朝为得个应有之意，都会建造文昌阁和武圣庙，敕封山水正神。在小镇这边，你们是怎么个打算的？目前大黎青天剑相中2处，分别是慈山和神仙坟。祭祀之人便是当年从小镇走出去的那2位。刚好一文一武，对我大黎也是功莫大焉。阮师意下如何？那2个挺合适，但是选址之事，有没有问过杨老先生的意思？阮师，敢问杨老先生是？你那国师秀虎连这个也没告诉你，就放心让你当父母官？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官场失意被贬谪致死？如果是，之前的事我可就要反悔了。上仙所言极是。对了，夫人，听说新圣人阮琼立了规矩，甲子之内越界者杀无赦。我们可不是凡人。再说了，现在这里是大黎的国土，他敢放肆吗？真以为齐静春死了，你们就能无法无天了？即使躲在边界线之外，眼馋离珠伏地者，只要我阮琼心情不好，一样打烂你们的脑袋。新圣人脾气倒不小，老夫便不过线，瞧上一瞧，看他又能拿我怎么样。阮氏，有话好好说。记住我阮琼的规矩，甲子之内，一律如此。齐景春，你哪怕有我1半的不讲道理，至于死得如此憋屈吗？哼，我说丰满姑娘脾气怎么这么泼辣？原来是随爹呀！
送你了。你事先藏起来，跟我事后送你不一样。别忘了，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。你怎么跟齐先生这么像啊？我要不喜欢你了。我帮你把怀之搬家里去吧。啊，那我可以多喜欢你一会儿。要下雨了吗？妈妈，看，好多人啊！惊鸿不再已释然，尽欢离就像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一声再见，所以我来了。老远雁归去，天长无尽，云连连。陋室堂前，林姑娘，这东西你用最合适。人迹满脸，眼中青涩，眉间云山定凝在梦前。千影寒山，百年游船，此心天人间。原来宁姑娘也是神仙。问缘何是缘？我待破茧上穷阴寒。问缘何是缘？这糖葫芦真贵，好像也没那么好吃。金元宝，银元宝，不如买座山头好。元师，听说你又在披云山开宗立派，求您点拨一二，让咱们做个依山傍水的邻居啊！阮师，听说阮姑娘特别喜欢吃糕点，我特意从压岁铺子买了几。再说一次，山爱买哪座买哪一座，少在这儿打听。一个个住在这儿，当自己是剑条，找锤啊！你也想买山？阮师傅，我来是想跟您借点钱。借钱？想什么呢？我想借15、16两银子。之前搬山员追我，踩坏了不少屋子。这事儿，毕竟因我而起。滚蛋！哪儿来的泥腿子，也配跟阮宗师借钱？赶紧滚蛋吧！毛货死了！陈平儿，你还想跟我请教哪些学问啊？那你去盯着炉子火候吧，1个时辰后结束。给爹买壶上好的桃花春烧，剩下的自己买些糕点。陈平安，你过来。哦。好，你看，这是小镇周围的山川形势图，你手里应该有3袋金晶铜钱吧？是的。当下金晶铜钱是最值钱的时候，所以如今说你富可敌国也不夸张。大黎皇帝打算要将披云山之外的61座封禁大山全部解禁，卖给与大黎交好的势力门派，并且许诺此地将来会敕封1尊山岳大神、3位山神和1位河神。将来这方圆千里注定风生水起，灵气充沛。这么说吧，现在买山头稳赚不赔。阮师傅，那这些山头大致什么价钱？比如最小的这座珍珠山，叫价是1枚迎春钱。只需要1枚？哎呀，屁大点的地方而已，大一点的山估计在10枚左右。至于最大的那几座山，你就别想了。
说穿了，大黎要的不是钱，而是人脉，希望与买家背后真正的靠山交好。那如果我今天买下山，明天却死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小年纪谨慎得很啊！放心，只要你本分做人，就不会出事。我可没齐静春那么多道理和规矩。放心吧，300年之内，大黎绝不会擅自收回山头。我拿到的3座山，风水肯定最好。你可以与我接壤毗邻，哪怕你租借给我，你也能年年分红，坐享其成。阮师傅，我占了这么大的便宜，不会被人记恨在心吗？你也有靠山呐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阮师傅，我想进山一趟。不错，没有得意忘形。那你争取尽快给我答复，久则生变。你也买包子啊？去那边看看。哎，行。喂，陈平安。小宝瓶。我们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读书了。那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李宝平。我走啦。爹也真是的。陈平安给你当工匠，工钱都不要，出了事问你借点银子，怎么就过分了？火龙走水。可以了。小小河婆也敢当着我的面撒野？我爹当年连斩6位江水正神，你没听说过吗？大仙饶命啊！奴婢绝无害人之心啊！奴婢只想帮阮圣人增加水的水柱，为断剑尽一点绵薄之力。行了行了，那天我可是看到你鬼鬼祟祟跟踪陈平安，你要是敢图谋不轨，我就打得你魂飞魄散。不敢不敢，奴婢只是看他练拳觉得好奇，并无他图啊。为什么我的刀法在流失？不好意思啊，忘了告诉你，我是天生火神之体，与水是天敌。记住了，下不为例。蠢货，你还敢对他心怀杀心？他将来第一个要杀的河神就是你。接下来给我好好想想如何补救。这桩灭顶祸事，已是大机缘的种子。爹，我想把压岁铺子买下来。我那2袋铜钱不是给你收起来了吗？不然你先给我一枚，任和。你可以让陈平安帮你吧，他现在可是我们小镇的大财主啊。那怎么行啊？他可穷了，10几两银子都要跟人借。好，爹的钱不是钱，就他陈平安的事啊。我跟他不熟嘛。还不熟？不熟你能昧着良心让自己爹喝这种烂酒，然后中饱私囊，就为了借钱给那王八蛋？闺女，
你觉得到底多熟才算熟啊？真想一拳锤死这个挖墙脚的小王八蛋！我来看看吧。看来陈平安快成你的心病了。杨老先生，新任督造官吴渊身边的少年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我看不出深浅。哎，老话说得好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进门先喊人，入庙先拜神。我先见过了阮师，又来见杨老，礼数上挑不出毛病。进山入泽，画符震慑，只是不知道你那是鬼画符还是神仙符。总之此次打过招呼后，我保证不再和二位有交集了。鬼画符也好，神仙符也好，我就只管一座芝麻绿豆大小的城隍庙。不过城隍爷可是专盯着治下的那些阴物，特别是什么山精水鬼啊，您说是吧，老先生？小心驶得万年船呐！当心祸从口出。杨老先生这是太久没活动过了，也罢，来而不往非礼，晚辈就陪您撑撑筋，运运气。派头不小，也是花架子吧？诺。杨老先生对付一个晚辈，下手这么重？星罗棋布，看来还是个做局人，有点意思了。让我看看你的本事究竟有多大。前辈想看，晚辈也不好驳了您的面子，那就玩玩。开局，无事抛旗千虎口，几时开眼复连行。终须杀尽人边敌，四面通红眼大荒。法宝虽多，可你用得精吗？好小子，道行不浅，这局开得不错，再来。看来不搬出家底，是不让我走了。哎呀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两位就此作罢吧。打坏了这福地，算他的。哎，主家欺客，我可不认这账的。暂借此方天地灵气一用。吃。家底有点看头，但还算不上厚实。二位别急，这小子憋的屁还没放完呢。天见其明，地见其光，唯吾贵其权益。学识不浅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好。
要不我们3人混战，打烂这方圆千里。我没问题啊。你知道的不少啊。此言差矣，我毕竟是个外来的。不过这里的事知道的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比如我还知该称呼老先生为青。就此别过。有可能是上武境。哼，大惊小怪，你阮琼不也是上武境吗？说穿了，你们是互相忌惮。哼，就是看他不顺眼。算了，麻烦。走了。真是一个老谋深算，一个年轻气盛啊！哦，还有一个家财万贯的。你是何人？敢闯我大黎封禁之地，按大黎律法当斩！这位小兄弟，我在阮氏那里见过。我是新上任的督造官，吴渊。你继续按照原先的路线走就是了。多谢，请吧。我看这少年武道修为不高，却有破境之势。当然，这里人杰地灵。国师大人，他就是你的手笔吗？前辈，太渊穴，抚心经，丈穴当地，竅脉搏息，尾闾、夹脊、玉枕，三穴既通，缩艮开前，破境临门。
些都是我的。有钱真好。不错不错，是个修身养气的好地方。从哪里开始呢？此等良辰美景，应有美酒作伴才对。宝鹿山、仙草山、彩云峰珍珠山。眼光还算不错。落魄山，那以前是大黎的封禁之山，你怎么会选中它？就是，我帮你们去办理买山手续吧。那就先这样吧。我估计你还剩下些铜钱，我帮你在镇上再选2间底子厚实的老铺子。谢谢阮师傅。忙你的去吧。哎呀，还真是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啊！陈公子，陈公子气色不错。陈公子。等到买下山头和铺子之后，你就舒舒服服的躺着收钱，娶妻生子，光宗耀祖。我阮琼大黎都会看护着你和你的家业。记着，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重要。齐先生走了以后，你若是怀念他，是人之常情，但是别让自己陷进去，更别想着去刨根问底。年纪轻轻的唉声叹气作甚，好不容易练拳积攒的一点元气，不要外泄。记下了。都选了哪几座？我选了宝鹿山、彩云峰，还有仙草山、珍珠山和落魄山。落魄山，是谁暗示你了？阮琼？不应该啊，他明摆着不想跟你牵扯太深。落魄山是有什么蹊跷吗？除了披云山和香火山，就属这座落魄山最有交道。不过目前为止怕连大黎钦天剑也看不出来。你算是占到天大的便宜。怎么会选他呀？直说，别闷个屁。其实，落魄山3个字上，刚好掉下一坨鸟粪，我觉得挺有缘分的。也罢，在山上遇到什么事儿没有？跟2位官差有点误会，还好新上任的吴大人没有计较，还给我指了路。无冤？你要当心他带来的那个没心有志的少年，好好留着齐先生送给你的那4方印章，尤其是带镜子的那一方，牢牢藏好。记住，你是富甲一方的人，一静不移动。记下了。若我非要这牌匾呢？宋大人恕罪，小镇新复大礼，诸如牌匾等老物件的存留，关乎民心所向，不可轻易摘取。哟，这不是陈平安吗？没和阮秀姑娘学字，在这看热闹呢。随便看看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哎，别呀，这热闹还没看完呢，可有意思了。一边呢是前任督造官宋大人要拿那匾额的事情跟别人拍胸脯邀功，另一边呢是把小镇所有宝贝视为自己禁鸾的小镇父母官吴渊大人，为的是4块匾额，兵家的气冲斗牛，儒家的当仁不让，佛家的莫向外求，
道家的惜言自然。啊，瞧见那位侍郎大人手里的物件没？是专门用来踏碑的，目的就是要把书写之人留在这16字中所蕴含的磅礴神意一层层剥下来。快踏写干净，不要让吴大人在这等了。不过兵家的气冲斗牛，好像有2次不久前就死了。知道这么多，你到底是谁？我，我姓崔名禅，禅字比较生僻难写，麻烦的很，所以你可以喊我崔师伯。我还有个绰号，喊起来比较顺口，叫绣狐。我可是自报家门啦。哎，陈平安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趟宋吉新家？我要去阮师傅那里铸铁，去晚了阮师傅可是会来找我的。哎，知道你在担心我图谋不轨，实话告诉你好了，我跟宋吉新的弟弟很熟悉，他很好奇自己哥哥在小镇这10多年到底是如何生活的，就托付我，哎，一定亲眼去看一看。回到京城后，好跟他说道说道。既然是亲兄弟，就不能自己去问吗？陈平安，你挺聪明啊，这么快就找出漏洞了。哎，富贵门庭里龌龊事，多如牛毛。他跟宋吉新还没见面，关系就很差了，所以你要体谅一下。如果我不答应，你是不是就会找我的麻烦？哎，我像是那种穷凶极恶、一言不合就要杀人全家的人吗？看着不像，但不代表你不是。哎，好吧。我去问别人去。你又没他家钥匙，你去干什么？翻墙进去绝对不行。哎，那我带你去他家宅子门口看一眼吧。这就对了。早干嘛去了？走吧。这边。哎，等等我呀！倪萍相气韵不俗，卧虎藏龙，必出人才呀！啊，以后怕是把福禄街、新华巷加起来也比不过这里。就是这里。哦，字真不错，比他弟弟要有悟性多了。宋吉新这辈子都不会回到这儿了，留着烂掉，可惜了啊！不行，没到年关就还春联，会招晦气的。啊，这里还有这讲究？你要是觉得白来一趟，就去我家坐坐。正好我也要收拾些东西烧给阮师傅。哎，算了算了。估计连杯茶都喝不上，反正受托之事也算了吧，我走了。这什么人呢？先生。这副对联是谁写的？很有意思啊。宋吉新。哎，不过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要改名了。先生要这春联做什么？自然是给你那位宝贝师兄长长见识，省得说我是仗着年纪大才能写字写得比他好。现在这春联是他同胞兄弟写的，我就不信他还能找到什么借口。小师兄的借口可多了。他就可以说是宋吉新整天没事做，光顾着练字，写出来的字就能好一些。好像是有点道理啊。算了，今天让你来这儿，是要你见一个人。见人？谁呀？
时分，天地生发。哇，看看，我猜这关谷小军定是老码头的私生子，天天黏着秦逆，形影不离。粗鄙不堪。崔先生是做大学问的君子，你这是嫉妒。哟，你是不是巴望着长大了给他填王啊？你乖，我要打。我总觉得崔明皇远不如齐先生待人亲和。伪君子罢了。先生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先生，你我之前约定之事有些变化。怎么，你们后悔了？非也，非也。先生顶替齐敬春担任山崖书院新山主一事，其实未变，是在下新得到的消息。陛下欲在披云山新起一座书院，50年内会提拔这座书院为72书院之一。现在只缺后学鸿儒，掌印启卷，开堂立学了。所以你是想让我改换门庭，投身新书院？先生若是愿意，现在回去就能担任新书院的山主，比起万里迢迢去山崖书院识人牙慧，不是更好？会不会出什么事了呀？嗨，那老头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时间太长了，确实有些不对劲。还有，你们觉不觉得这个车夫有点怪怪的？刚刚李怀想去叫一下马爷爷，他都不让。没错，我也觉得车夫有问题。那他是坏人吗？我们会不会被杀呀？估计现在不会，要不然早就被杀了。但是他肯定没安好心，我们得想办法找到马爷爷才行。我想到了，一会儿我们就这样。先生明智。先生，这是何意？任你巧舌如簧，也掩盖不了摧毁山崖书院的险恶用心。我马占宁为山崖书院扫地，也不做叛徒。大隋此时接手山崖书院，等同于向大黎宣战。你确定仍要远赴敌国当山主？哼，读书人忠诚的是文脉传承，不是某国国姓。好，好，好，油盐不进是吧？就这样，行动吧。好，好。好什么呀？糟了，我肚子疼，好饿，快把吃的给我。你们去哪儿？李保平，快跑！你们干嘛？都给我让开！好了，快走吧。大家分头跑。何为传承？不过东流水，歧路苦久长。何愁多歧路，春风满衣裳。春风已逝，先生可不要把书读死。礼义法度，圣人所生也。圣人可，先生如何不可？望一脚成祖的齐晋春打造的书院，
只有山崖一个。君子识屈则屈，识深则深也。这一点，先生应该最清楚不过才是。背后的人是谁？事已至此，你又怎会想不到是谁呢？不可能！先生不妨再考虑考虑，否则山崖的传承就真砸在先生手里了。宝平，小宝平，出来吧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哦，逃脱了一个女孩。兹事体大，不可大意，速速追来。是。一己私欲，铸成大错。我愧对你们，愧对师兄的嘱托。马爷爷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将所有歹人引开，你逃回去，去找陈平安。我没多少时间了，山崖书院的存续就交给你们了。我中年洒扫，只求心境如皎月，到头来反而杂陈蒙心，弑臣归心，更待何时？先生，可是想通了？哼，这断头路可是先生自己寻来的。断流道！疯了吗？为了山崖书院，连来生都不要了？齐师兄，我现在才懂，你屈身抉择为何因，现在才懂。快，在那边！快，继续跑！在那儿！别回头！谁输谁的小狗！谁输谁的小狗！小狗！他果然是来找你的，想救人，带上齐敬春送你的镜子印。今夜子时到慈山。是小石头他们的衣服，多半是冲我来的，这样李怀他们应该还是安全的。晚辈崔明皇拜见国师大人。嗯，你还能活着回来啊？虽有意外，但仍在大人的计划中。只是没想到，马瞻这么个废物，竟不惜以死护道，也不为我所用。
弃了大人留下的程璐甲了。还我还是你的师伯祖。说到底，那马占也在文圣门下待了10多年，你非要以蠢人视之，不吃亏才怪。如此看来，你要是被打死了，岂不是更妙？不过还好，我这边还算顺利。别害怕，不像是那种一言不合就要杀人全家的人吗？开赌喽，齐静春！这一把要是我赌赢了，你苦心孤诣留下的2柱文脉传承就彻底断了。将我的一半神魂分入你这副皮囊中，你便是另一个我了。这趟离珠洞天之行，稍有不慎便会道心失守，千万谨慎行事。自己嘱咐自己，啰不啰嗦？我会看着办的。啊，真是潇洒美少年，皎如玉树临风前呢。别紧张，有问题就问。莫非齐静春之死是先生的手笔？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人？大离国师算无一策，学问规矩，浩然之手。拍马屁！我崔禅是一位数典忘祖、做人忘本，哦，还有欺师灭祖的家伙。昔年文庙那场亚圣和文圣两脉的3、4之争，文圣落败，排位跌至第4，他的神像被搬出文庙，打砸殆尽，弟子流散各方。文圣自求于功德林，那齐静春也学文圣，自求于离珠洞天。而我这位文圣首徒，则叛出师门。齐静春和先生，竟然是师兄弟，同门不同命啊！我问问题，先生都没听完就打断了我。但对齐静春的问题，你猜先生想了多久才给出的答案？1个月。10年。更可气的是，即使我叛出师门，却仍受先生文脉牵连而跌境，而离珠洞天内修为压制的这么厉害，齐静春反倒修出了静和春2个本命字，境界大涨。如此想来，他当真是世间奇才。所以，这便是齐静春必死的原因。齐静春曾经得到过一封密信。得知文圣死了，山崖书院即将被撤掉72书院的头衔，如何保住书院便是个天大的难题。而且他心知肚明，只要出了离珠洞天，他境界不跌反升的真相，必会给文圣一脉及山崖书院惹来更大的祸端。所以，齐静春的最佳选择，便是继续自求于此。可惜。下一位圣人阮琼提前进入小镇，断了他的后路。不仅如此，
大黎允许三教一家来小镇提前取走压胜之物，加速离珠洞天的崩塌，也是齐静春的一张催命符。可离珠洞天本就是违逆天道的存在，当天道反扑时，这里的人将无一幸免。这本就是既定的事实，为何会是催命符？这便是此局的妙处啊！齐静春若苟且不管，便违逆了他的大道根本，修为大跌，最终落个生死道消。若他管了，天道反扑之祸便只能一肩扛之。这也给了那些幕后的大人物出手惩戒的理由，所以他必死无疑。不过那师弟并不傻，临死前将他的文脉开枝散叶，以求延续。可惜他低估了我这个师兄，他的文脉将由我来一一毁掉，而我也将以此正道，修为重回巅峰。所以我需要用事实证明我的想法，于是我就设计了一场大考，用来断掉齐静春的文脉香火，更是我的正道契机。而那大考的考生只有一人，便是那倪萍巷的孤儿陈平安。那陈平安先生，怎么判定他就是齐静春真正的传人？马占身死，赵瑶也失去了春字印主人的身份。那么接下来，就只有那个坏了大规矩的镜子了。学生还是不太明白。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要设下一局大棋，考量那个陈平安。因为陈平安从一出生就已经在这盘棋内，是一招无离手。不要小看了这颗弦子，他的本命词被打碎之后，便不再是笼中之雀。父母双亡给他造成了孤苦无依的局面，但杨老头传授的呼吸法，顾灿娘的一饭之恩，都为陈平安营造出了生的希望。他也不负众望，在困境中成长，最终长成一颗被齐静春认可、保有赤子之心又不被人掌控的棋子，一颗能真正继承齐静春文脉的棋子。先生打算杀了陈平安？大道之争，重在诛心。这是玉石光阴镜，能推演未来，反观人心。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晚辈这就前去游说陈平安，一定不负师伯祖的众望。是陈平安。贪字近乎贫，蓝字近乎坟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齐静春送你的4枚印章，蕴含着他的文脉传承。得此物者，日后的修行之路会青云直上。你如今已是富甲一方，这枚印章便没有兼得的道理了。一个贫贱至极的陋巷孤儿，定然无比渴望生活安稳富足。所以在我的暗中操控之下，他如今已经是小镇的富家翁了。哎呀，一无所有时，失去是一件无所畏惧的事。富甲一方时，他陈平安还有勇气失去吗？如果他交出印章，齐静春的文脉自然就断了。这就是我为他安排的一场问心大考。你就不带考虑的吗？没什么好考虑的。就算换作是齐先生，也一样会同意我的做法。快放人吧！
如今大理与大隋已是敌国，你们要去大隋的山崖书院，等同于叛国。你骗人！依我看，你们的父母都在京城，不如就跟我去京城寻亲，也可去观湖书院读书，一样可以做学问、修大道。就凭你们5个孩子，怎么千里迢迢去大隋啊？谁会愿意舍命护送你们？指望这个连印章都守不住的人，我有点搞不懂。你如今已经是富家翁了，却还是喜欢每天钓鱼。以前捕鱼是为了吃食，富足之后，却才懂得了垂钓的快乐。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？3餐不愁足矣，何况朋友们也都在呢，每天都高朋满座。夫复何求呢？好惬意啊！看来你当初的选择是对的。选择？什么选择？走了。陈平安，可惜了，刚刚的那种生活一直过下去不好吗？糟糕，动不了了。要看一看你的另一种选择吗？喂，醒醒，醒醒！啊！他已经回不来了。陈平安，你醒醒啊！凡人要生存，就得懂得权衡利弊。说到底，他陈平安也只是个普通人罢了。我做错了，你还想打赢我？你侥幸的一路走来，真的靠的是你自己吗？我只是……你真的觉得自己会一直这么幸运下去吗？原来我也是怕死的，想大家都能平平安安。你的朋友希望你这么做，就你那点功夫，还敢找半山原报仇？是我错了吗？反正我没有。小子，结果不会改变。到底该怎么做？小家伙，天理虽宽，不润无根之草。蝼蚁见面。怎么做才能不被别人随意见到？对，即使本命辞碎，也一样逃不掉的。这是运，也是命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陈平安，你做不到，真的做不到。别那么鲁莽。闹了行，干死店主！一静不移动。我给你全一生，我没有害死爹娘。爹娘，主破法！店主大气，你。陈平安，这便是你要的结果吗？这便是你要的结果吗？这便是你要的结果吗？这便是你要的，这便是你要的，这便是你要的。我该怎么做？你们只有跟我走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哼！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陈平安。若遇事不决，可问春风。这句话你留在心头就好。
以后说不定用得着。春风，齐先生，陈平安，前面的路会很难，即使不去，也不怪你。若是将来有陌生人掉进水井，救人则死，你救不救？当然救，而且还要把这破水井一键毁治。只是又一下，连死都死过，怕什么？帅气！我只希望我所注视的人都能好好的，对他们有难，我便愿意挺身而出，仅此而已。你可想好了？平安，平安，陈平安，陈平安，陈平安，想好了，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我都要去试一试，因为我跟先生一样，不相信这世间有所谓的命运。要帮你一把吗？我自己可以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这点障眼法难不倒你。不要忘了，不管遇到什么，都不要对这个世界失去希望。先生的夙愿一定能守住的。谢谢你，陈平安。我总算明白你为什么会选他了。都快走！陈平安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如果那些当真会应验，陈平安也不足为惧。有些事情死了也要做。准姑娘字写的不怎么样，本事却不小啊。滚！陈平安，大考的结果我很满意，陈平安，你果然是齐静春的文脉传人。而我呢，已经将自己的大道与你相连，从今往后你我一荣俱荣。不过，我的大考并未结束。接下来，只要你的心境出现瑕疵，我便可以此正道，收下齐静春的文脉，重回12境巅峰。齐静春，这一盘棋，终究是你输了。哦，这
这样啊。哎呀，以某人付出生死道消的代价，换来了一个不错的结局。也不知道这些家伙将来会不会念这份情啊？稍等稍等，这些名字我一人记下就好了。好小子，胆子够肥！这是第几次无视小镇规矩了？哼，我这不是还没做吗？你们只管放开手脚来打，我负责收拾烂摊子便是。我看行。哎，杨老前辈杀人不见血，还能坐收渔翁之利，真是好手腕啊！就算杨老前辈有本事护得住10之1、2的山河，可如果我一门心思打烂神秀山横朔峰呢？这山峰可是为咱们阮姑娘正道准备的呀。换成是我，真不能忍。赶紧滚回二郎巷！哼，还真是在乎你闺女啊！不欠天不欠地，唯独欠那丫头的娘亲，就只能把亏欠她的放在女儿的身上了。看来终究没有人能拿走那份天大的机缘，连齐静春也不行。不过也好，免得又是天翻地覆的局面。可以的话，这座庙我要搬走。只要不是搬到外面，我没意见。看在你这么爽快的份上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小秘密。假如陈平安真的是齐静春选中的人，那么他很可能早就被做进了这盘死局之内。但齐静春死前故意跑到我这边，给陈平安说了一句话，你猜猜看，他说了什么？哼，我可猜不着。君子可欺之以方。齐静春他早就看出来了，哼，自愧不如。这话既是说给我，也是说给10年甚至100年后的陈平安。哪怕他以后知道了自己才是导致齐静春必死的那枚棋子，也无需自责，因为他齐静春早已看透。哼，真他娘没劲！堂堂齐静春死得这么窝囊，换成是我，早打烂这天地了。别去，喝酒去。陈平安，我也很想看看你到底能走多远。哪怕只剩下一缕残破，可擅闯私宅，终非君子所为啊！齐静春，我的小师弟，对不对？那天你和崔明皇明面上是演戏给吴渊和大黎王朝看的，其实是演给我看的，累不累？那你看出什么了？当陈平安做出选择帮山崖书院的那一刻，你的大考就已经败了。可你依旧有恃无恐，是因为你已将陈平安当做了你的影子。然后，你以真身入定做观想。陈平安若是能够坚守本心，就等于你也坚守住了本心，最终成为你重返境界巅峰的大道契机。不错，哪怕陈平安不能坚守本心，我依然安排了后手，
去不断损耗他的心境，最终使其支离破碎。到时候你齐静春的文脉气运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这可远比真身入定做观想的结果好处要大得多啊！唉，崔禅，可惜你还是棋差一招，终将满盘皆输。我可是找到了你的文脉传人，怎么可能输？你如果现在放手，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结果了。齐静春，你一个即将魂飞魄散的东西，半人半鬼，也配跟我讲道理？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你想坏我心境？崔师兄，哼，我就不信你能赢我。陈平安，你这叫合则而渔，哦不对，应该是釜底抽薪。你那边怎么样？钓鱼可比读书难多了。鱼可不笨，要是太早收竿，肯定钓不到的。还有，季节不同，晴雨天气，鱼钩和鱼饵都有讲究。不过我们有那么多吃的，为什么还要抓鱼啊？你想啊，有一种说法叫坐吃山空，所以要多备点。去山崖书院的路还长着呢。齐先生教过我，这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这是先生教给我的第一个道理，我受用至今。怎么可能？齐静春，你竟然选了一个女人当自己唯一的嫡传弟子，有何不可？好，我得不到你的文脉没关系，可我与陈平安依旧大道相连。难不成你为了阻我大道，还要坑害陈平安？我劝你现在就斩断这份牵连，这样我还能让你留在中武境当中。齐静春，你失心疯了吗？所以我转赠给你，再请再礼。那玉簪子是师傅的，你居然带师收徒！崔禅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为了摆脱先生的文脉，可谓是机关算尽，安魂定魄。可到头来，偏偏还是和先生的文脉传人陈平安大道相连。现在落得个道心失守，修为大退，完全是作茧自缚。陈平安并非我的弟子，更不是你的棋子，他会以天下为棋盘，走到你无法想象的高处。你若再敢暗中作梗，我定让你跌落成凡夫俗子。齐静川，你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手笔？齐静川，齐静川！爹，娘，明天我就要出远门了，带着齐先生的学生。听说大隋离这儿有几千几万里远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但孩儿明白一诺千金的道理，还望爹娘体谅。8000年了，
那么多英雄豪杰都入不了你的眼吗？就连凤运而生的马苦玄也没资格见你。你到底中意了谁呢？唉，罢了罢了。如此一来也是好事，小赌怡情，不用担心满盘皆输。事实上，我见证过许多义气少年，慢慢变成枯槁老翁。你为何偏偏对他如此执着？他就是那位少年。老前辈，请你睁眼看一看这个少年吧，哪怕一眼都好。起初只是闲来无事，便随意看看。他虽贫乏，却活得饶有生趣，比一群孩子舞刀耍剑，围杀一条条小龙有意思多了。爹，我虚岁5岁，是大人了。以后爹不在了，娘亲就交给你照顾。拿走。求神仙们保佑我爹，救救我娘！医不了了。娘，赶紧把药喝了。好疼啊！林婶婶，我对陈平安前辈真的不愿意点头。我知道前辈的答案了，看来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很失望。失望？那你呢？平安，平安，你醒醒！答应过娘的事，还记得吗？平安记得，不可行乞，不去龙窑做工。还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好的活下去，哪怕将来的日子比现在更苦更难，只要活着，才有机会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。爹，娘，我现在足5岁，是大人了，我肯定可以照顾好自己的。让陈平安走一趟廊桥，如果他能够坚持前行，我可以考虑。我相信陈平安，请你也相信齐静春。齐先生，你是要走了吗？接着走吧。齐先生，我们去哪儿？不是我们，是你。你要见的是一位老前辈。再来！再来！我想去齐先生说的那个地方。前辈，
你看见这位少年了吗？为了这个少年，执迷。于我而言，本就身陷死局，但那位少年让大道孤身的我看到了方向，所以我想为同路人也点一盏明灯。有意思，我相信齐先生，也愿意去相信那个少年。你们要去大黎京城找你们的长辈，还是要继续去山崖书院上学？听说我们的学书还要办下去，我就留下吧。我想去京城找爹娘。求学当保人权，我也想留下。唉，我李怀大人还真难抉择呀。你们几个，一点困难就把你们吓倒了。我就要去山崖书院，去齐先生读书的地方。齐先生说过，我们山崖书院的藏书之经冠绝一州。齐先生还说了，我所有的问题，哪怕他无法回答，但全部可以从书本上找到答案。你不怕吃苦吗？一个人的话，就有一点怕。好，那我就陪你去山崖书院。齐先生，我说过的，我答应过的事情，就一定会去做。前辈，千年暗示，一等即明。可这里曾是一处战场，大战落幕后，只剩下这座拱桥。神仙姐姐，神仙姐姐这个称呼甚合我心。陈平安，我想请你帮我跟外边的四座天下说一句话，可以吗？我已经等了8000年，虽然你的修行天赋远远比不上我之前的主人，但是没关系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第2位，也是最后一位主人了。立誓之前，你要记住，我现在还不能现世，100年之内，你要跻身炼气室第10楼，才能来石拱桥取走铁剑。虽然暂时无法随你征战厮杀，见面礼还是有的。这玉牌能用来收纳物件，但你要跻身中5境才可驱使，先温养在窍穴中吧。接下来再额外送你3缕极小极小的剑气，接好了。放松经脉，便可心神安稳。陈平安，请你跟我念一遍那句誓言，可以吗？好。天道崩塌，天道崩塌。我陈平安，我陈平安，
唯有一剑，唯有一剑，可搬山，可搬山，断江，断江，倒海，倒海，降妖，降妖，镇魔，镇魔，弑神，弑神，摘星，摘星，摧城，摧城，开天，开天。天道崩塌，我陈平安唯有一剑，可搬山，断江，倒海，降妖，镇魔，弑神，摘星，摧城，开天。剑来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老天条连马苦玄都看不上，怎么会选中陈平安？凭什么小镇最大的机缘会被一个泥腿子打了？季晨，你这个老王八蛋，还不救我！放我出来！放我出来！老王八蛋，救我！罢了，从此以后，你我便彻底一分为二。世间真的多了一个崔禅，不知是福是祸呀。好啊，齐景春，竟让我从此被困于这具躯壳之中。江湖漫漫，咱们究竟谁更胜一筹？拭目以待。陈平安，我都收拾好了。重吗？不重，不那么重。什么时候累了就跟我说一声。怎么可能会累？陈平安，除了东宝平州的形势图，我还放了一些银子和铜钱在里面。比起你送给我爹的金晶铜钱，真的不算什么。你千万别拒绝啊！我又不傻，给钱还不要。你还不傻？为了他们你都……阮姑娘，以后的事就都麻烦你了。放心吧，你好好保重。那就出发。出发！保重。我走啦。哎，你以前出过远门吧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哦，我出过远门，放心吧，我会照顾你的。那路上就请你多指教。你头上怎么别了一只簪子？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陈平安，你其实是有钱人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不是了，我有钱的光景就那么几天。好吧。那你箩筐里露出的一截木剑又是咋回事？哦，我也不知道。陈平安，你再这样，我今天就真的不喜欢你了。我是真的不知道。算了算了，明天再不喜欢你好了。